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上一期小豹分享了黄圆龟的饲养环境，这里我们来聊聊黄圆龟的饮食与习性吧。在内容开始之前小豹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龟友们一定要去正规的商家那购买黄圆龟，要求商家附带购买证明，并且个人不得私自繁育和倒卖。如果仅仅作为宠物饲养，是不需要人工繁育许可证的。对政策存在疑问的，请联系自己当地的农业农村部咨询清楚再购买。好了，普法知识告知完毕，我们就开始进入正题吧。饮食与习性。黄圆龟是杂食性龟类，主要以肉食为主，在野外喜欢吃蚯蚓、黄粉虫、蜗牛、蟋蟀等小型动物。当然，除了以上这些动物性饲料外，它们也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比如西红柿、圣女果、香蕉、南瓜等。黄圆龟的摄氏温度为22到33度，最适宜的摄氏温度是26到30度。当温度高于33度和低于22度时，食欲会减少；低于20度时基本不进食，低于15度进入冬眠状态。在野外，黄圆龟的生长比较缓慢，从幼龟到成体可能需要10年以上。因为野外生存条件苛刻，寻求食物的运动量很大，而且基本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处于半饥饿状态。再者，黄圆龟在野外能够活动的季节时长很短，一般冬眠中醒来到机能完全恢复都已经到4月中旬了，然后正常觅食期仅为5月至8月4个月而已。9月份食量就开始下降，10月份基本就停止摄食了。所以野外的黄圆龟生长速度很慢，这也是为何龟友们常说野生的黄圆品相好，龟甲盾片的年轮细密精致，无与伦比的美丽。同样家养的黄圆龟，养尊处优，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还基本不运动，个儿长得快，导致体型走样，背甲纹路宽松不齐，养的就没有那么精致了。所以我们常说黄圆龟要精养慢养，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大家看到这里还没有跳出视频，说明小豹的视频对大家是有所帮助的，请一键3连略表诚意，你们的支持是小豹做视频的最大动力。一般家庭饲养环境下的黄圆龟饮食存在2种观点，一种是以龟粮为主，其他食物为辅的养龟玩家，另一种是以活体饲料为主，龟粮为辅的养殖玩家。前者大多数是养龟爱好者，后者大多数是养殖户。其实这里很难界定哪种方式更好，我们只能从黄圆龟的营养需要上来科学分配饮食结构。一般来说黄圆龟为了满足生长和繁殖需要，必须从食物中获取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蛋白质是一种生命的基础，是组成生物一切细胞组织的重要成分。目前市场上的龟粮都有蛋白质的含量，不过大多数的蛋白质含量都在 35% 到 40%， 如果是对亚成体或者成体黄圆来说是够了，但是对于幼苗来说稍显不足。幼体黄圆的蛋白质摄入量最好保持在 45%， 那么缺失的这一些蛋白质可以通过活体饲料来补充，如动物内脏、蚯蚓、黄粉虫、蚕蛹、蜗牛、蟋蟀等。脂肪是作为运动的能源基础，可以长期贮存在体内组织中，一部分还可以转变成热能。由于家养的黄圆龟运动量并不大，所以对脂肪含量要求较低，一般达到 3% 到5% 就可以了。这个指标的脂肪，龟粮就可以完全满足了。因为龟类的代谢能力低，超量的脂肪只会给龟造成代谢失调，甚至引发脂肪肝。所以脂肪的摄入要控制，那种肥猪肉就别喂了，牛肉和内脏可以适量的摄入。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的主要功能是产生热量，而维生素是人和动物为维持正常生理功能而必须从食物中获得的一类微量有机物质，在人体生长、代谢、发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维生素在动物体内无法合成，必须从外部摄取。不论是碳水化合物还是维生素，都可以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比如西红柿、南瓜、圣女果等，都是黄圆钟爱的美食，可以适当的加入到菜单中。矿物质又叫无机盐，是龟类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物质，其中钙、镁、钠、磷等元素尤为重要，它们是促进骨骼生长和血液供给的主要元素。龟粮和活体饲料中都富含了一定的矿物质，如果幼体龟处于生长期，也可以额外添加一些鱼粉、骨粉、
墨鱼骨等辅助饲料。而河虾中富含的虾青素更是可以促进黄原发色，是非常不错的辅食。那么通过以上的饮食解析，有的朋友们就疑惑了，小包啊，那么复杂呀，这也太难了吧，我得拿一个小本本一个个记下来吗？不用那么担心，小包只是给大家指明了方向，大家能够科学合理的分配食物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你无法做到那么精细也没有关系，这个就好比你需要一位营养师每天帮你规划好食物，还是随性而为的每天一日三餐吃饱穿暖是一样的道理。精致生活还是随性生活都不会影响你的健康。你可以用龟粮为主食，搭配一些水果，也可以活体饲料为主，搭配南瓜，动植物饲料的比例大概在7:3。总之啊，合理搭配是提供龟类健康饮食的有效方法。那我只喂龟粮行不行啊？那也行啊，龟粮本来就是富含了各种龟类所需要的营养，而且啊，龟粮相对安全，不会引发卡住、寄生虫、不新鲜、携带细菌等意外事故，是初级黄原玩家的可选方式。不过小豹觉得吧，龟粮还是尽量买价格高一些的品牌吧。虽然龟粮包装上都注明了各种营养成分，小作坊和大厂的可信度还是有差异的。有能力的就冲进口龟粮，毕竟人家那质量标准和工艺摆在那儿呢。都买了这么昂贵的黄原龟了，连个像样点的龟粮都不舍得买吗？要想你的龟儿子们健康成长啊，不花点精力和血本是不行的。养龟是随性的爱好，不是生物研究，但是也不能藐视生命，不负责任。放松中带着谨慎，认真而不偏激，才能从养龟中找到乐趣。我是小豹，我们下期再见了。